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来开箱这盒 MGSD 的命运钢弹。终于期待好久的一盒哦，因为台湾延期太久所以很晚才拿到哦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股价分析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以及最后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MGSD 的命运钢弹有没有延续之前一样的优秀。哈基美马秀。板件数量18片，超多。之前的非104都没这么多。银色的骨架内构这一次也是少量，水纹基本上也是没逃掉。贴纸的部分就是标准的胶贴一张。首先来看整体骨架，机械细节可以说有，但不多，有少许较为阳春的油压感造型以及管线。驾驶舱的细节不错，在这么小的比例下，可以看到整个座椅是没有马虎过去的，连安全带的细节都有。再来，这次的看点是连翅膀也有了相对完整的骨架，当然可以说这是双面刃。优点当然是结构性更好，组装跟把玩体验都会提升，相对的也会有过重的问题出现。来提一点组装上的小事，首先头部的主监视器在组装时，会发现和天线是一体成型的，透过滑动的方式组装后就会变成内嵌式，组装时觉得蛮酷的。躯干在组装完成之后很难不想把玩，组装步骤很特别。一定会先玩到上胸甲的左右摆动，才能安装腰部。腰部这边有一个小型的卡榫，刚好能和上胸甲的凹槽对齐，让腰部在保有大幅度可动的同时，也能确保不会随意脱落。这个结构真的超级强大。在组装把完之后会发现，在弯腰时呈现3段的弯腰幅度，非常扯的可动。一般来说能有2段就很了不起了，满分100可以给200的结构。再来，这盒在四肢也采用了锁扣设计，确保不会脱落，也是 MGSD 的传统了。组装上外装甲之后，可以感觉到满满的层次感。分色当然不用说 ，MGSD 的标准就是最高规格的不用贴纸兼完美分色。轮廓大部分都没什么变动，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不少刻线跟高低差的装甲，视觉情报很丰富。头部的天线非常大，符合 SD 印象中的比例。中间以银色骨架作为点缀，再正中央的红色零件。甚至可有命运的机体编号，很赞。但虽然大天线很帅气，在把玩的时候就会造成一定上的干涉。主监视器跟双眼和往常一样采用了透明材质，内部的机械构造也有重现，在紫光照射下带有荧光效果。红色的泪痕也非常有存在感。但我觉得这一次最棒的地方在于，一般命运在脸部上都是用平面来带过，这一次则加入了不同高低差的层次感，立体感是大幅提升两侧的火神炮同样采用银色骨架点缀。下方的散热口外侧也额外有分色，后脑勺则强化了以往的无缝处理，外侧为厚实的装甲，并且加入镂空，搭配中间内嵌的灰色骨架，视觉与立体感都更到位。躯干在胸口处的散热口是银色骨架，延伸到外侧的两旁装甲作为点缀，其余部分则是用刻线以及高低差装甲作为细节。手部在肩胛的位置，除了追加刻线跟层次感之外，在外侧新增了一处小型的散热口。前臂的外侧装甲也是利用了高低差的装甲营造层次感，连接盾牌处则采用银色的骨架作为外观细节。手掌部分跟以往 MGSD 一样，采用可动手掌，在内侧是跟掌冲炮一体式的卡榫，跟之前的风铃还有非104又不太一样了。这一次的卡榫是采用凸字形，手掌盖区别于以往采用了分件式，在可动上会有很棒的表现。外侧的光束盾发生处也不同于以往，这一次采用了透明零件之外，还可以看到内部有类似结晶体的构造，很好看。裙甲部分，前后裙甲相较于前面部位的层次感以及刻线，还多了外围分色来提升视觉效果。在内侧除了刻线之外，也可以看到跟之前 RG 的非104一样，连接处有做细节刻画，不再只是一个连接装位，效果很棒。相较之下，侧裙甲只是追加了部分刻线，稍微逊色了点。脚部外装甲的细节明显比其他部位更加突出。各处有更多的刻线和高低层次感，分色也更棒。除了以灰色的骨架作为散热口之外，膝盖的黑色也是额外分件，并且加入浅灰还有内层的银色骨架作为点缀，整体可以说是集大成的部位，表现非常好。再来是招牌的喷射背包以及大翅膀。背包原本在组装骨架时会发现没有手扣固定，但其实是预留了一处间隔，在外装甲装上之后就会发现完成固定，很稳固。翅膀各处的粒子喷射处都有分色以及额外的镂空，上方的黑色记忆在这次可以拉开，可以看到内侧的银色骨架以及额外的散热口。武器挂架方面，
在机械臂油压杆的部分，相比其他部位看起来较为简单，没什么额外的分色或是细节。挂架本体也是针对 SD 的比例进行增大，外表的层次感同样也有做到位。接着看一下手持武器，分别是光束步枪、盾牌、光束盾、2把光束回旋镖、亚龙戴特对剑刀、长程光束炮。命运本来就是移动的军火库代名词，非常丰富。可以手持的武器除了光束炮之外，都有这种十字形的孔洞，配合手掌的卡榫，左右手持握都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都蛮稳定的，不太会脱落。光束步枪在原有轮廓上添加了更多细节刻画，中间的红色细节采用了一体式的对称零件设计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部分啊。这种小地方额外的分色处理真的很棒，瞄准镜跟辅助握把都各自可动，平时可以透过卡榫收纳在后悬架上。盾牌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动，拉伸机构完整还原，内侧的卡榫细节处理也没有马虎掉。在展开时还可以发现灰色的内层采用了上下分层的结构，连接方式很简单，将卡榫直接安装到前臂的孔洞即可。光束盾采用硬质透明零件，还有珠光颗粒感，安装不需要替换零件。将手掌盖处的光束盾发生处向外推出，这边不好操作。说明书是讲先将上半部推出之后，再将下方拉出，但零件太小了，下方真的不好拉，推荐用镊子操作会比较好一点。接着将光束盾卡进去就算完成了，还算蛮稳固的。光束回旋镖平常收纳为肩胛造型，设有锁定机制，无法直接取出，需要将肩胛上方的零件向上推，解除锁定之后才能取出，蛮有趣的机构。不过由于天线跟头都太大，这里实在是不好操作。我个人的做法是先将手部旋转，让肩胛面朝自己之后，再进行操作，或是用不伤零件的铁笔操作也可以。光束特效线有长短两种，短的是原作中常用的回旋镖，长的较少使用，但设定上可作为光束剑。握把部分可以向外搬动，搬动后直接插进手掌卡榫，再关起来即可。接着看对剑刀，特效键当然有附上，而且因为是2片相同的板件，所以会额外多出一个。折叠机构有完整还原，不过折叠出一边是套环，一边是 C 扣连接，把玩时候要小力点。前方的银色接刃可以拉出延长，但折叠时需要先退回去才能完成收纳。护手处的阻尼感手感蛮奇怪的，折叠的时候很松，而且容易一甩就开，但完全展开之后会变得很紧实。下方的握把很长，配有2个口洞，整个握把甚至可以360度旋转，双手持剑是没有问题。不过摆姿势时手臂还是会有点卡，需要自己调整角度。平时透过长条凹槽收纳在武器挂架的卡榫上。最后是光束炮，连接武器挂架的方式跟对剑刀一样，平时使用时是透过武器挂架上的机械臂拉出，折叠处跟对剑刀是同款 C 扣。握把处除了上下180度搬动之外，也可以前后360度旋转。前方的炮口是银色零件，在炮口处有上下联动的展开设计，展开后可以看到内部的机械结构，姿势上会更像即将开炮的架势。既然都有大翅膀，那得来看一下平衡感。不意外的再不稳，还是需要透过调整身体前后的重心，或是脚步站姿的角度才能站得比较稳。接着是本次的重点卖点，光之翼，单侧分为2片，本体非常巨大，最大展开配合翅膀可以来到43公分，大气感完全超越 HGC， 在紫光照射下会带有荧光效果。材质采用稍软的透明零件，可以适度弯折，造型上则采用这种射线放射状的设计，呈现强烈的喷射感以及力量感。近期万代的光之翼造型都偏好这种风格，像前阵子推出的攻击自由20也是这种。不过我个人是没那么喜欢啦 ，HGC 这种带有多处不规则孔洞的粒子放射感比较对我的胃。当然啦，这就个人喜好，相信这种充满力量感的造型会对到许多人的胃口哦。大片的安装稍微麻烦，各处都有小卡榫。我的做法是先安装上方，再搬动下半部，需要施点力哦。小片的就简单多了，直插即可。摆姿势时的霸气感真的无法挡。不过大片的光之翼就是顶级弓箭杀手，我拍完照之后就收起来了啦。最后是空洞处 ，NGSD 的老传统了，大天心后方，这个基本上就是逃不掉啊。接着来看可动，这一盒的结构可以说是顶尖中的顶尖。先来看头部，最特别的结构在头盔下方，抬头的时候会联动收纳，让抬头角度大幅提升。脖子处还有双段关节，俯仰可动达到非常强大的水准。
前后摆动幅度也很大，配合躯干的可动性，姿势可以呈现出很棒的动态感。不过连接处采用球形关节，虽然不算太松动，但摆姿势时除了容易受到大天线的干涉之外，加上本身不够紧实，所以整颗头是蛮容易脱落的，是把玩上的瑕疵。其余的侧摆跟左右旋转，这些就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躯干也是本次的大看点。刚刚骨架的时候就有看到分成3段的可动，非常强大的弯腰结构。后仰虽然在胸甲处没有关节，不过在跟裙甲的连接处有额外自己的独立关节，算是有给到些微的角度。侧摆因为骨架结构平时是无法使用的，需要先弯腰后才可以进行摆动，角度也还蛮大的。左右旋转部分，除了大家熟知的腰部处之外，在上胸甲处还有额外的可动。在摆姿势时，可以达成先向右摆动后，上胸稍微向左回正角度，很优秀的设计。驾驶舱门也可以开启，不过因为零件很小，我个人是推荐用镊子先按压下半部，让上半部稍微推出之后，再将舱门向下搬动。手部的前后旋转没有问题，不过要注意翅膀还有天线的干涉。外摆关节当然也有配置，也可以提升平举的角度。肩胛可以向上掀起90度，平举在平常的状态下大概是90度。不过肩胛的连接处是椭圆形，代表可以上下拉动。将肩胛向上拉，就可以让整个平举角度提升到接近100度，但这个地方是蛮紧的，要小心用点力。手肘弯曲2端可动，角度120度，虽然受限于装甲造型，但还算够用。前臂可以单独360旋转，手掌关节处有额外的关节可以向内摆动，旁边的装甲会跟着联动。手掌的手指跟往常一样，大拇指跟食指为单独可动，其余3指则是联动。将手掌往上搬动之后，除了可以看到上下分裂的手掌盖联动之外，在掌心下方会出现孔洞，这时候将无极卡榫向下搬动，就会出现命运的招牌掌中炮。这个结构真的很猛，在这么小的比例上透过结构，不需要透过替换零件在线，真的超赞。可惜的是没有附掌中炮特效 ，HGC 的也没办法安装成功，算是我个人觉得蛮可惜的地方。其余的手掌旋转以及根部旋转，这些就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裙甲的部分，前裙甲的结构也很特别，是采用套环兼球形关节的连接，除了正常的上下搬动之外，也可以进行前后平行移动，提升上下搬动的角度，甚至可以稍微向外拉出，减少脚部可动的干涉。除此之外，整个前裙甲连同裆部可以向外搬动，让整个弯腰几乎无干涉，非常完美的设计哦。后裙甲就简单多了，单纯的球形关节，各自独立可动。侧裙甲是带有水平移动的球形关节，在侧裙甲的连接处上方有额外的凹槽，在向上搬动时可以有比较好的表现。除此之外，可以整个水平向后移，有效减少侧踢的干涉。脚部先来看髋关节，采用这种套环间直轴的关节，因此可以达成脚部一前一后的姿势。另外可以前后摆动，减少前后踢的干涉。手感上会带有轻微的锁扣，跟整个裆部是有联动的。前踢为90度，后踢也是90度，侧踢大约100度。根部旋转受限于骨架跟外装甲造型，只有90度。屈膝2段可动，角度180度。大腿处以及膝盖下方都有联动的设计。虽然是没有说到非一零式那种华丽感，但裂角效果也很棒。可以看到内部的油压杆，还有银色的内部骨架。伸直的时候会发现喷射口会联动打开，但可惜喷射口的可动是受限于骨架的结构，平常是不太能动的，是内部的构造达成开关的视觉效果。脚掌的前后摆动没有什么问题，前摆的表现会比后摆来得好。侧摆带有额外的关节，表现很棒。脚掌护盖采用球形关节，有些许的可动。脚掌前端可以向下搬动，脚尖处也是维持优良传统，可以向上搬动。最后是翅膀以及武器挂架。先来看喷射背包，喷射口的上盖有独立的可动，喷射口也可以上下搬动。往上搬动之后会露出展示架洞。翅膀在展开时有3段，分别是黑色的上盖、主翼，还有内侧的副翼。不过没有联动效果，都是需要这样手动进行展开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啊。想想我以前的 MG 攻击自由，内购玩个几次就这样转烂了。整个翅膀可以轻微上下摆动，在往上时也会感觉到有锁扣感，前后摆动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受限于武器挂架的干涉。武器挂架的机械臂跟喷射背包的连接处，可以看到是带有卡榫的球形关节，基本上是蛮紧实的。组装完成之后不太会去动这一块。挂架跟机械臂设有固定卡榫，但这个卡榫实在是太短浅了，基本上是可以当做没有哦。再来可动关节采用球形关节，也是偏松，
当然是没有到脱落的程度啦。我个人觉得保玩上不要紧到断掉或是松到脱落的话，一切都好说。使用时先将机械臂向外拉出，这边也是带有锁扣，上下分别调整好角度，就可以完成开爆日式了。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MGSD 命运钢弹的开箱了，有超赞的结构，然后光之翼超大一片，摆姿势上我只能说就是无懈可击，就没什么好不推荐的就是买爆就对了。而且现在万代应该是产能蛮充足的，所以到处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当然啦，现在就是价格问题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店家会绑货卖。本来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砍单。那下一盒呢，会开这盒 HGUC 古斯塔夫卡尔00型，或是 Double 型，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念哦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闪光哈萨韦已经在全台上映啦。没有，我没有接到业配，呵呵。那其实呢，之前也有观众留言想看这一盒正好我有订，然后也到货了。所以下一周呢，应该会来开箱这一盒。不过，就是我昨天收到消息，是我订了一个很贵的完成品，就是已经在路上了，所以搞不好会被他截胡，然后就可能变成开那一盒。那总之呢，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，就这样，拜。本来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砍单，所以我订了2盒。那多了这一盒呢，就要拿来干嘛？没有错，抽奖！我早就想办这类的活动。那我知道，就是除了台湾人会看我的频道之外，那还有来自香港、澳门、马来西亚，那甚至还有少数美国地区的观众。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只不过呢，因为国际运费真的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这一次的抽奖就先限定只有台湾人能参加哦。那抽奖的办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基本的订阅按赞嘛。那留言的话呢，因为是第一次办这类的小活动，那所以呢，有点想筛选一下。那留言的第一句话，请大家打出这一盒 MGSD 命运钢弹，我没那么喜欢的地方在哪里？应该算蛮明显的就是我有直接讲出来，答案就在影片里面咯，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，我讲那句话在哪边。那时间呢，就到下周5的晚上8点截止，然后大概晚上9点的时候，我就会置顶留言抽到的观众，然后贴文也会一并公告。那再麻烦参加的观众再留意啦，就这样，